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今期嘅財經坦白講，我係今日嘅主持人 Cindy， 我係 Simon。咁我哋今日咧，其實就係想講呢一個印度嘅。咁點解講印度咧？就係因為咧喺1月嘅時候咧，印度嘅股市市值咧就啱啱好咧就超越咗呢一個香港，咁成為咗呢一個全球第4大嘅股票市場。咁同時咧，印度嘅股票市場咧喺舊年咧其實都升超過咗20%嘅。咁因為呢一個都係一個即係對於香港人嚟講都幾衝擊，咁所以咧都想嚟討論下，其實而家印度嘅經濟究竟係點樣啦？咁印度值唔值得投資，同埋佢嘅前景係點樣嘅？咁除咗講股市之外咧，咁我哋都可以睇下 GDP 啦。咁喺印度嚟講咧，咁而家咧係美國啦、中國啦，咁然後係日本。然後就係德國，之後就係印度啦。咁而家印度咧係第5大嘅，而同時咧喺2022年嘅時候咧，佢就超越咗 UK， 咁就成為咗呢個第5大經濟體。同時咧，佢一路嘅展望咧都係會維持佢嘅經濟增長都會維持7%嘅。咁同時標普咧都估計啦，印度喺2030年嘅時候咧，佢會超越埋日本同埋德國咧，咁會成為呢一個第3大嘅經濟體。咁究竟點解呢個印度可以即係發展得咁迅速咧 ？Simon 你點睇？其實主要嚟講咧，就係一啲外資嘅錢流入啦。咁你都知道，而家全球都興緊 de-risk 呢個概念㗎啦。咁印度作為全球第一嘅人口大國，咁喺嗰個層面上邊，佢一定係賺取到成個人口紅利啊。係啊。咁作為一個即係話點樣將唔同嘅工廠分佈於世界各地嚟講，印度基本上唔會唔考慮喺一個外資嘅層面上邊。所以印度一定係好多嘅資金去流入，咁有錢流入自然就有增長啦，咁有增長自然就值得投資啦。就好似我咁樣咧，我之前都冇咩點樣睇印度呢個股市，我最近都有留意下，因為港股真係跌得比較慘少少，咁可能會唔會換馬咧？可能都係一個考慮嘅方向嚟嘅。咁我哋可以睇下咧，其實印度咧佢個平均人口個年齡咧，其實都好年輕嘅，都係喺呢一啲30幾歲到20幾歲呢個 percentage， 你會見佢呢一個即係好似例如呢一個2020年啦，佢都係30幾歲左右嘅啫，咁就變咗其實咧，佢同日本好唔同。咁日本係講緊人口老化啦，我哋之前講，咁有好少嘅年輕人可以帶領呢個產業去做新興發展。但係如果喺呢個角度嚟睇咧，咁呢個印度咧就真係前途無可限量啦，因為佢哋嘅人口嘅平均年齡有一半嘅人都未到30歲，即係全部都好後生。咁就可以睇到咧，其實呢一個地方咧，佢係可以繼續發展落去嘅。但係你要睇翻喎，因為佢個勞動力咧，其實佢個適齡嘅人口啦，同埋佢個勞動力係真係偏低嘅喎。即係話其實好多適合年齡做嘢嘅人咧，其實係冇做嘢嘅，係啊。咁咧喺呢個層面上邊咧，究竟佢可唔可以？當然你可以話佢發展潛力無限啦，但係如果係佢解放唔到呢啲勞動力出嚟咧，其實佢唔會有一個去賺取人口紅利嗰個比例咧，其實係真係會略低於其他國家嘅。咁佢哋而家勞動力低嘅主要原因係咪因為教育程度不足啊，或者係其實佢根本冇咁多就業機會咧？唔係太關教育程度事，因為普遍嚟講，佢哋個教育程度其實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嚟講唔係特別低嘅。最主要嚟講咧，我覺得係即係一啲宗教啊，同埋一啲文化啊所影響。因為你睇到咧，佢哋個女性個就業率咧，喺印度嚟講係差唔多最新大約係10% 左右，即係有90% 嘅女性適齡嘅女性咧，都喺屋企湊仔。冇錯，都係冇嘢做嘅，即係嗰個絕對係一個文化嚟嘅，唔係因為佢哋個工作能力低咯，係啊，所以喺嗰個層面上邊，佢根本解放唔到佢自己嗰個勞動力出嚟啊！你睇相對於印尼啊、菲律賓啊或者係越南呢啲大國，好女性個就業率係完全冇咁
低嘅，甚至係有啲女性嘅就業率高過男性。即係菲律賓咁樣。係啊，咁喺呢個層咁喺咁睇嘅話，咁其實佢擺脫唔到呢種文化咧，其實好難再進一步真係利用到人口紅利去再推升佢嘅經濟咯。你可以睇翻咧，過去印度過去10年啊，即係唔計呢幾年熱錢流入呢度咧，過去10年咧，佢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咧，佢大約個 GDP 平均都係5%至5點幾嘅啫，平均係啦。咁喺咁你可以睇翻，其實佢以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嚟講咧，佢唔算高速增長㗎。如果個高速增長，我哋起碼叫7%以上啦，咁佢達唔到嘅，係啊。所以你可以睇得出咧。即係佢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冇太多熱錢去關注，其實佢做得唔係咁好嘅啫。係啊，而家係因為有錢入，所以佢自然即係話佢喺嗰個會幫助到佢個更加多嘅工作機會啊，更加多嘅股市投資機會啊，咁佢會好好嘅。咁但係佢究竟可唔可以維持住咧？呢個真係需要審慎少少去觀察咯，唔係一味睇好咯。當然啦，佢以佢咁嘅增速去超越日本、超越德國，基本上毫無疑問㗎啦。係啊，即係話佢係第3嘅就毫無疑問。但係可唔可以成為第2咧？可唔可以成為第1咧？咁呢個咧就真係要我諗真係要多10年20年先可以睇得到。咁我諗可能即係喺勞動力上面啦，咁佢就有一個好大嘅潛力，就係點樣去解放女性，令到女性可以真係出去做嘢啦。因為我有睇過啲報道咧，就係講話而家女性出去做嘢咧，其實真係非常之唔尋常嘅，即係啲人覺得女性去做嘢咧，咁你一定係出去做啲其他嘢㗎啦，即係嗰啲可能係啦，即係可能會覺得係賣淫啊咁樣，即係可能係呢一種嘅，咁所以其實會睇到佢對於女性工作嘅態度其實係非常之負面嘅 kind of， 即係除非係即係嗰個屋企佢真係老公病咗，真係做唔到嘢，女性出去做嘢，咁呢啲即係。即係個女性先會出去做嘢咯，唔係嘅話通常都會留喺屋企嘅。咁呢個傳統上面嘅呢個限制，其實可能都會令到印度會有少少局限啦。其實唔止個傳統啊，因為宗教上邊咧都對佢哋嗰個工作有局限嘅。普遍嚟講咧，佢哋即係佢哋80%係印度教啦。咁印度教嗰個概念就係有來世啦，咁即係亦佢哋唔係好注重呢一世嘅咋。哦，OK。佢哋唔係好注重呢一世咧，咁就令到今世有冇即係話佢哋唔會以一個好追求錢好向錢看嘅角度去睇而家呢個現世啦。係啊，咁所以就會較為安於現狀啦。咁你話開咗好多工廠之後，會唔會好似以前中國咁樣改革開放嘅時候，啲人湧去城市，去湧去工廠打工，咁未必會有相同嘅效果咯，即係未必嗰個效果會咁明顯咯。另外咧就係佢哋個效率，始終都係個宗教佔咗好重嘅地位啊。係啊。即係基本上你到而家都會見到好多即係話近郊嘅地區啊，好多一啲聖牛喺度行嚟行去啊，而你係唔可以即係唔係接觸咁簡單，你唔可以阻到佢啊！即係啲車如果即係有隻牛瞓咗喺個馬路上邊咧，你架車唔可以撥佢啊，你唯有等嘅啫。係啊，咁呢啲情況下，你成個經濟效率咧就好難去 push up 啦。但係嗱，我唔係一定要推所有嘢都要全部向經濟看啊。不過只係喺財經上邊係會咁講啦。咁我哋都睇下啦。咁印度咧其實都有啲產業咧係非常之蓬勃嘅，好似呢個 IT 咁樣啦。咁呢個 IT 外包服務業咧，其實應該係印度算係佔有一席位㗎啦，喺矽谷咁樣。咁好似例如近10年啦，喺矽谷咧，印度裔人口咧其實係急速增加嘅。當地咧每4個人咧就有1個咧就係印度人嚟㗎啦。咁再加埋咧，其實有差唔多成1/4嘅矽谷咧嘅初創咧都係由呢一啲印度裔嘅人咧去管理嘅。咁你可以睇到咧，其實呢個 IT 外包
交業咧，都即係對於印度，我覺得對於佢哋嘅 GDP 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增長嚟嘅。咁同時啦，我哋而家要行九運啊嘛，即係嚟緊龍年咁樣。咁九運就行新科技嘅。咁而同時咧，印度嘅人才咁佢哋其實 kind of 又平又叻咁樣啦。咁我覺得都會係一個吸引到好多唔同外資去投入呢一個印度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原因咯。另外其實仲有另外一個原因就係一啲政治原因嚟嘅。你會睇到咧即係美國啦、英國啦、印度裔嘅一啲當地人咧，咁慢慢咧都去到一啲執政嘅核心裏邊啊。係啊，咁呢樣嘢其實佢哋同國內嘅即係印度國內嘅關係其實千絲萬縷啦。你會睇到即係英國首相其實係辛偉誠係啦，辛偉誠佢係印度其中一個 IT 大亨嘅女婿啦。跟住你話佢哋成個對印度嘅經濟有冇影響？有冇？我覺得好難匯報嘅。係啦。咁喺呢個情況下，印度裔其實會喺國際上邊個佔個地位越嚟越重啦。即係海外嘅印度人同埋印度裏邊嘅印度人，其實有個互相效應咧，佢哋個族群嘅影響力係會越嚟越大嘅。係啊，咁呢樣嘢對印度個國際地位啊嗰樣嘢，絕對有一個好大嘅提升咯。而有一個問題係印度國內本身，佢有好多政策好唔穩定啊，對外資好唔穩定啊，國內嘅保護主義啊、種姓制度，搣極都搣唔甩啊，一啲男女唔平等啊，呢係一系列嘅問題，佢自己解決唔到。係啊，如果佢解決到嘅話咧，咁基本上佢作為即係話作為一個咁大發展潛力嘅國家，有技術好啊，跟住英文又好啊嘅國家咧。其實佢攞全球 GDP 第一，其實係冇乜太大問題嘅。係啊，無奈就係佢而家個問題，佢都係較為一啲即係宗教地位較為重，佢哋唔係側重於經濟發展咯。咁呢樣嘢就阻礙咗佢個速度啦。咁我覺得咧，呢個就真係睇下印度總理莫迪咁究竟佢嚟緊呢啲政策可以點樣？即係以我所知咧，莫迪都係一個中意做生意嘅人嚟嘅。咁雖然印度之前有好多唔係咩？咁你講嚟聽下。都我覺得就偏向較為民族主義嘅，係啦，同埋保護主義嘅。不過 anyway 啦，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啦。好啊，咁我哋呢一期嘅財經坦白講咧就到呢度啦。咁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期再見，拜拜。